如果把地球50亿年的历史压缩成短短20多分钟，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甚至来不及眨一次眼。试着想象一下50亿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理解的数字，我们连100年都很难真正想象，最多也就勉强想象1000年，而50亿年相当于5000万个世纪。如果你能够从地球存在的第一秒开始，一秒不漏地活完整个地球历史，中间哪怕一刻都不睡觉，也需要经历1600亿次人生才能把这部电影看到最后。然而，就在这漫长到几乎无法理解的时间里，我们这颗星球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氢原子聚集在一起，形成恒星，恒星爆炸，把铁、碳、氧这些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抛洒进宇宙空间。年轻太阳周围的尘埃盘逐渐凝聚成行星，其中一颗行星恰好位于距离恒星不远不近的位置，温度足够低，表面终于可以出现液态水。而就在那些水中，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早的生命细胞从无生命的分子中凝聚出来，随后一切开始向前推进，细菌征服了海洋，然后它们学会了利用阳光，接着两个细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细胞。后来细胞开始彼此连接，组成多细胞生物。再后来，整个生命动物园陆续登场，三叶虫、鱼类、树木、恐龙、猛犸象以及人类。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过这50亿年的历史，我们将穿越地球的诞生，穿越它早年如地狱般的时代，穿越生命的出现，穿越一次次大灭绝，也穿越一次次伟大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你窗外那个熟悉的世界是如何从一颗炽热的物质火球一步步演化出来的。准备好，因为这将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旅行，只不过它被浓缩在了1集视频里。那么50亿年前，地球还不存在，太阳也还不存在，宇宙中只有一片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那是几十亿年前古老恒星爆炸后留下的残骸。这片云团缓慢旋转，在引力作用下逐渐收缩，越来越多的物质聚集到中心，温度和压力不断升高。然后大约45亿年前，一团热核之火在这片云团的核心被点燃，太阳诞生了。在它周围还残留着一圈旋转的尘埃盘，尘埃盘中的微小颗粒开始彼此碰撞，粘连逐渐变大，一开始只是沙粒，然后变成石块，再变成巨石，最后变成房屋、城市、山脉那样巨大的岩石天体。这些宇宙碎块被称为微行星，它们彼此碰撞，有的被撞碎，有的融合在一起，其中最大的那些变成了引力猎手，吞噬着轨道上一切靠近自己的物质。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数千万年里，围绕太阳的尘埃盘中逐渐凝聚出了8颗行星，其中一颗位于距离太阳第3的位置，它后来成了我们的家园。但年轻的地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45亿年前的地球是一颗炽热的熔岩球，科学家把这个时代称为冥古宙，这个名字来自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神哈迪斯，而这个名字实在太贴切了，因为那时的地球几乎就是一座真正的地狱。地表是一整片岩浆海洋，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天空被浓密的大气覆盖，其中充满二氧化碳、水蒸气、氮气和甲烷，没有氧气，没有臭氧层。来自太阳的紫外线毫无遮拦地轰击地表，足以把一切可能存在的生命彻底灭均。与此同时，陨石和彗星仍在以恐怖的强度不断坠落，这颗星球像饥饿的怪物一样吞噬着一切撞向它的物质，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有另一块岩石砸向地球，它们不断带来新的能量，也不断增加地球的质量。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件永远改变地球命运的大事，年轻的地球和另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发生了碰撞。科学家把这颗天体命名为推伊亚，这个名字来自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的母亲。那次撞击并不是正面相撞，而是一次斜向撞击。推伊亚没有弹开，而是部分并入地球，给我们的星球增加了更多质量。同时，两个天体的一部分物质被猛烈抛入轨道，这些炽热的碎片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重新聚合成一个新的天体。从宇宙尺度来看，这个过程快得惊人，月球就这样诞生了。从那以后，它一直陪伴着地球。接下来的5亿年里，地球开始缓慢冷却，地表岩浆逐渐凝固，形成了最早的原始地壳。
火山不断喷出气体和水蒸气，形成浓密的大气层。这些水蒸气逐渐凝结成云。大约40亿年前，地球迎来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雨。这场雨并没有持续几天，也不是几周，它可能持续了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整个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水滴落到炽热的地表，立刻蒸发，又重新升回大气。但随着时间推移，地表终于逐渐冷却到足以让水保持液态，于是海洋开始填满盆地和低地。地球第一次被原始海洋覆盖，那些海洋炽热，酸性强烈，里面没有任何生命。但正是在这些海洋中，宇宙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即将发生，生命将要出现。生命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界争论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最古老化石大约有35亿年历史，那是在澳大利亚岩石中发现的微观细菌痕迹。不过也有一些更具争议的发现，年代可能追溯到38亿年前。换句话说，地球刚刚冷却到可以支持生命存在，生命几乎就立刻出现了。最早的生命是极其简单的细胞，它们没有真正的细胞核，更像今天的细菌和古菌。它们生活在海洋中，生活在海底热液喷口附近，也生活在炽热而酸性的水池里。它们并不依赖阳光，获取能量的方式是通过化学反应氧化硫、铁和甲烷等物质。那是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世界，没有绿色植物，没有蓝天，也没有氧气，整个地球都是一个缺氧、充满毒性的世界。滚烫的海洋中，只有单细胞生物在缓慢繁衍，头顶则是一片红褐色的天空。直到大约24亿年前，一场彻底改变地球命运的革命发生了。一种名叫蓝细菌的古老微生物完成了一件此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学会了利用阳光分解水分子，从而获得能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释放出一种副产物——氧气。这是大自然诞生的第一批太阳能工厂，而它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所有生命的想象。最初，这些氧气被海洋大量吸收，它们与海水中溶解的铁发生反应，形成铁锈一样的氧化物，并不断沉积到海底，形成一层又一层条带状岩层。今天澳大利亚、加拿大、乌克兰、俄罗斯等地那些巨大的铁矿资源正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可以说，现代全球钢铁工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其实都是几十亿年前蓝细菌制造氧气留下的遗产。当海洋中的铁逐渐被消耗殆尽后，氧气开始大量进入大气层，而这对当时绝大多数生命来说却是一场灭顶之灾。氧气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它会腐蚀几乎所有接触到的物质。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无氧环境中的厌氧生物而言，氧气就是一种剧毒。科学家把这场事件称为大氧化事件，也叫氧气灾变。这是地球历史上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绝大多数生命因此灭亡，只有少数生物要么学会利用氧气生存，要么躲进氧气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深海海底、厚厚沉积层下面或地下炽热的温泉系统中。但这种曾经的毒药后来却成为了生命进化最大的礼物，因为氧化作用能够释放出远比过去更高效的能量。那些学会利用氧气呼吸的生物可以从同样的食物中获取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能量，而这也为更复杂生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大约20亿年前，又一次革命性的事件发生了。一个细胞吞噬了另一个细胞，但它没有消化对方，相反，它们共同存活了下来。被吞噬进去的细胞逐渐演化成线粒体，成为大细胞内部的一座微型能量工厂。于是真核细胞诞生了，它拥有细胞核和各种复杂的细胞器，远比原始细菌复杂得多。今天，从真菌、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所有多细胞生命都是由这样的细胞组成。接下来的10亿年，地球进入了一段漫长而缓慢的发展时期。海洋里依旧生活着大量单细胞生物，陆地依旧荒凉贫瘠，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看起来甚至有些像今天的火星。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大陆，它们缓慢漂移、碰撞，又重新组合成超级大陆，随后再次分裂。目前已知最早的超级大陆之一是约15亿年前存在的哥伦比亚大陆，后来它被另一块更加巨大的超级大陆罗迪尼亚大陆所取代。罗迪尼亚大陆大约形成于10亿年前，又在约7.5亿年前开始分裂。许多科学家认为，也正是它的解体开启了地球生命演化的下一段伟大篇章。大约7亿年前，
地球经历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气候灾难，整个星球几乎被冻结，不是后来冰河时代那种局部冰封，而是几乎彻底冻结。冰川从2极一直延伸到赤道，海洋被冻结数公里深，整颗星球变成了一颗雪白的冰球，在太阳周围缓缓运行，它把大量阳光反射回太空，也因此维持着自己的冰封状态。这就是著名的雪球地球假说。虽然科学界仍在争论当时冻结到底有多彻底，但大量证据都表明那时的地球确实进入了极端冰封时期。地质学家甚至在当时位于赤道地区形成的岩石中发现了冰川沉积物。那么生命又是如何活下来的？科学家认为它们很可能躲藏在火山附近尚未冻结的海域、海底热液喷口以及局部未被冻结的区域中顽强生存。但最重要的是，生命活了下来。当地球终于在约 6.35 亿年前重新解冻后，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大约 5.4 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开始了。这是整个生命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之一。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仅仅短短2000万到4000万年间，今天绝大多数动物门类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脊索动物、棘皮动物几乎在同一时期相继登场。曾经只生活着柔软微小生物的海洋，突然充满了拥有骨骼、外壳、眼睛和嘴巴的复杂动物。著名的三叶虫就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生命之一。它们看起来像海底的甲虫，在地球上生存了长达 2.7 亿年，并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化石。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最深入的远古生物类群之一。而那个时代的海洋中还游荡着一种长达1米左右的巨型掠食者——奇虾。它拥有由数千个晶状体组成的巨大复眼，是寒武纪海洋中的顶级猎手。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重要的化石证据之一，就发现于加拿大著名的布尔吉斯页岩。由于那里特殊的埋藏环境，连远古动物柔软的身体组织都被完整保存下来，这让科学家得以透过化石窥见5亿多年前那个早已消失的世界。直到今天，科学界仍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也许是大气中的氧气不断增加，也许是眼睛和早期掠食者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加速进化的军备竞赛，又或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促成了这一奇迹。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经历了30多亿年几乎只有单细胞生命的时代之后，地球生物圈仅仅用了短短2-3千万年就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复杂化演化。寒武纪之后的2亿多年依旧属于海洋，陆地仍然荒凉贫瘠，植物还没有学会在空气中生存。但海洋里一场更加壮观的生命史诗正在上演。奥陶纪迎来了无脊椎动物的大繁荣，到了志留纪，最早的鱼类开始出现。起初它们还没有下颌，后来真正拥有颌骨的鱼类诞生了，而下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生命演化的方向。历史上第一次，生物拥有了撕咬猎物的能力，鱼类迅速成为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随后大约4亿年前的泥盆纪，生命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它们开始登陆。最先爬上陆地的是植物，最初只是类似苔藓的小型植物，随后逐渐演化出石松、木贼、蕨类等更加复杂的植物。到了泥盆纪中期，陆地上已经出现了高达30米的巨大蕨类森林，第一批昆虫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随后脊椎动物也开始小心翼翼地踏上陆地，一些鱼类学会了呼吸空气，它们依靠鱼鳍缓慢移动，而鱼鳍也逐渐演化成4肢。生活在 3.75 亿年前的提塔利克鱼就是最著名的过渡物种之一。它既像鱼，又拥有脖子、肘关节以及手指的雏形，它已经能够短暂爬出水面活动。而它的后代最终演化成了两栖动物，又经过数千万年，进一步演化出了爬行动物。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是巨型蕨类森林统治地球的时代，后来这些森林逐渐埋藏地下，最终形成了今天驱动人类工业文明的煤炭资源。这也是巨型昆虫的时代，一盏达到70厘米的巨型蜻蜓在天空飞翔，长达2米的巨型马鹿缓慢爬行。这一切都与当时大气中远高于今天的氧气含量有关。然而大约 2.52 亿年前，地球迎来了生命史上最可怕的一场灾难——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关于它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未完全确定，但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持续约100万年的西伯利亚暗色岩大喷发
将相当于整个现代欧洲面积的土地淹没在岩浆之下。火山向大气中释放出难以想象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海洋酸化、全球变暖以及海底甲烷的大规模释放接连发生，最终96%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彻底灭绝。这是地球生命历史上最接近全面毁灭的一次事件。整个生物圈花了将近1000万年才逐渐恢复元气，但新的时代也随之到来。约2.5亿年前开始的三叠纪成为新世界的摇篮，而恐龙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恐龙其实并不巨大，它们只有狗或者大型鸟类那么大。史盗龙、赫雷拉龙等生活在约2.3亿年前今天阿根廷地区的小型双足掠食者，体长不过1米左右，但它们进化的极快，进入侏罗纪后，真正属于巨兽的时代降临了。梁龙体长可达30米，腕龙高的像一栋楼，剑龙背部长满巨大的骨板，科学家认为这些骨板可能用于调节体温。白垩纪又迎来了霸王龙、三角龙以及迅猛龙等如今家喻户晓的明星恐龙。整个中生代是真正属于巨兽的时代。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阿根廷龙体长可达40米，体重接近100吨，它至今仍是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陆生动物之一。恐龙统治地球长达 1.6 亿年，这个时间比智人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上数百倍。它们征服了天空，一展达到12米的翼龙在天空翱翔。它们统治了海洋，长达15米的苍龙成为海洋霸主。它们奔驰于森林和平原，以草、树叶、鱼类、肉食甚至其他恐龙为食。它们代表着整个中生代生命演化的巅峰。然而，大约6600万年前，它们却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段历史，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今天墨西哥附近的地球。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地区又爆发了规模惊人的德干暗色岩火山喷发，双重灾难叠加，即便强大如恐龙也无法承受。最终，地球上约 75% 的物种灭绝。但就在幸存者之中，有一群不起眼的小动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它们长着柔软的皮毛，躲藏在洞穴和树洞里，以昆虫和种子为食。它们就是早期哺乳动物。当大型掠食者和巨型食草动物几乎全部消失后，整个世界突然出现了无数空缺的生态位，而哺乳动物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白。新生代就此开始，它始于6600万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属于哺乳动物的时代。在恐龙灭绝后的数千万年里，哺乳动物迅速分化，演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形态。大象、马、牛、猫、狗、老鼠以及灵长类动物的祖先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那个时代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今天早已消失的奇异生物。一度巨大的不会飞的恐鸟还曾站上食物链顶端，占据了曾经属于食肉恐龙的位置。后来它们又逐渐被哺乳动物取代。鲸鱼的演化更是生命史上最神奇的故事之一。它们最初并不是海洋生物，而是四足陆地动物。从巴基鲸、布什鲸到龙王鲸，每一块化石都像是一部纪录片中的定格画面，记录着陆生动物一步步回归海洋，最终变成海洋巨兽的全过程。大约5500万年前，地球又经历了一次剧烈变暖，这段时期被称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那时候北极甚至长出了棕榈树，鳄鱼也曾生活在靠近北极圈的地区。随后地球气候开始缓慢降温，大约3400万年前，南极形成了永久冰盖。到了约300万年前，北半球正式进入冰河时代。欧洲和北美大片土地都被厚达数千米的冰层覆盖，而我们的祖先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气候中逐渐演化出来。灵长类动物大约出现在6000万年前，它们最初生活在亚洲的森林里，体型很小，昼伏夜出，长着大眼睛和尾巴，擅长在树枝之间攀爬。大约3500万年前，真正意义上的猴类出现了。约2000万年前，大型类人猿开始登场，而到了约700万年前，人类与黑猩猩共同祖先的演化谱系正式分开。随着气候变化不断加剧，森林逐渐缩小，我们的祖先也一步步离开树林，走向广阔的热带草原。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著名露西化石，距今约320万年，它属于南方古猿。它的大脑仍然保留着猿类特征，但双腿已经适应了双足行走，
随后，人属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约200万年前，能人出现了，他们学会了打制石器，因此也被称为巧人。约18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他们成为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足迹遍布亚洲和欧洲。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使用火，这是一场改变一切的革命。火让食物更容易消化，为大脑提供了更多能量。火带来了温暖，驱赶了猛兽，也照亮了黑夜。从此，人类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写。随后，大约30万年前，我们智人终于在非洲出现。从地质历史的尺度来看，这几乎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如果把整个地球历史压缩成1年，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不过是在12月31日晚上11点左右，而整个人类文明从第一座城市到互联网时代，都只是最后短短几秒钟。大约7万年前，我们走出非洲，扩散到整个世界。途中，我们遇见了其他人类物种，比如尼安德特人，并与他们发生过少量基因交流。后来，他们消失了，而我们留了下来。约1万年前，我们发明了农业，建立了第一批城市。随后，我们又发明了文字、车轮、火药、电力、抗生素以及计算机。我们飞向太空，从遥远的地方拍下自己的星球，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浩瀚宇宙中，地球究竟有多么渺小，又有多么脆弱。我们破解了遗传密码，也开始改变整个地球。短短200年的工业时代，人类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已经让地球大气发生了数百万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变化。我们成为地球历史上第一个有能力毁灭自己，也有能力在几十年间重塑整个生物圈的物种，同时也是第一个能够以地质尺度改变整个星球的物种。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将今天这个时代命名为人类世，也就是属于人类的时代。而今天，距离地球诞生已经过去了45亿多年，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的星球是无数巧合共同造就的结果，恰到好处的恒星，恰到好处的轨道距离，恰到好处的体积，恰到好处的月球稳定着地轴，恰到好处的撞击带来了水和生命元素，生命又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诞生，并沿着恰到好处的方向不断演化。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数百万年演化、数十亿次随机突变以及无数祖先生存繁衍之后留下的结果。我们是这50亿年历史真正的继承者，也是这条漫长生命链结出的果实。而现在，地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生命，它能够回望自己的历史，并理解这一切，能够问出我们从哪里来，也能够亲自找到答案，甚至能够预见未来，并决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地球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此刻仍在继续。每天清晨，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眼前看到的世界都是这本始于45亿年前的历史长卷翻开的最新一页。而这一页将写下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地球其实并不需要人类。在我们出现之前，它已经独自存在了数十亿年。在人类消失之后，它同样还会继续存在数十亿年。无论有没有我们，它都会继续运行下去。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继续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造物的巅峰，不是地球的主人，而只是这条漫长生命链上最新、最脆弱，却也或许最不可思议的一环。那么，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哪一个时代最让你震撼？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别忘了关注地球的过去，还有无数故事等待我们继续探索。